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少爷兵。今天我们来聊聊数博码，内容包括其背景、核心业务以及近期的财务报表状况。数博码 Supermax Corporation Berhad 成立于1997年2月，是一间投资控股公司，主要业务是经由旗下子公司从事制造和营销橡胶手套业务。Supermax 的历史背景需要从公司的创办人郑金生的早期业务生涯说起。郑金生来自马来西亚柔佛州的巴杜巴哈，于1982年在加拿大温莎大学商业管理系毕业后，便回到马来西亚，在 Malfa International Berhad 任职，后来转行到一家跨国纺织业贸易公司服务。在纺织业服务期间，由于长期在国外公干，郑金生接触到了不少的商人。在熟悉市场后，郑金生便在1987年与妻子陈美玉携手创办贸易公司，从事手套贸易的业务。不过，郑金生很快就意识到，作为手套贸易的中间商，发展空间极为有限，而且处处受掣肘，不利于长期发展。后来到了1989年，由于手套代工泡沫的破灭，郑金生便趁机吸纳了市场上闲置的手套制造机器，随后成立 Supermax， 开始了手套生产业务，并逐步涉足自主品牌制造，成为马来西亚第一家自主品牌制造商。2000年8月 ，Supermax 成功在吉隆坡证券交易所的第2版上市，并在3年后转至主板，代码为7106 Supermax。2005年，为了扩张业务 ，Supermax 收购了 APL Industries Berhad 和 Silk Polymer Industries Berhad 的部分股权，并接管了这2家上市公司的管理层。后来，这2家上市公司的命运发生了两极化。Silk Polymer Industries Berhad 在2007年被 Supermax 全额收购，成为了 Supermax 的旗下子公司。至于 APL Industries Berhad， 则在同年因经营不当而被列入 PN17，2年后就被迫清盘除牌退市了，导致 Supermax 损失了超过4000万令吉。不过，这事件并没有对 Supermax 的业绩造成很大的冲击，并且营业额和利润自上市以来也几乎有增无减的。到了2013年，郑金生在505大选前公开表示支持反对党，让不少外行人对他赞叹不已。当然，505大选还是由时任首相纳吉领导的国阵政党赢了。随后，奇怪的事情开始陆续发生。先是 EPF 大举抛售 Supermax 的股票，多达20名税务局官员组成团队，对 Supermax 位于雪兰莪州的总部进行了访问。郑金生夫妇也突然被指控于2007年涉嫌 APL Industries Berhad 的内幕交易等等。而郑金生更在2017年11月被判罪成，导致郑金生辞去 Supermax 董事经理的职位，将执行董事一职转交由29岁的女儿郑崇杰接手。随后，在2018年的509全国大选前，郑金生突然开记者会，向时任首相纳吉和国阵道歉，引起一片哗然。后来509全国大选，国阵政府倒台，由西蒙组成联合政府执政。然而，郑金生的妻子陈美玉还是在8月被判内幕交易罪成，以至于辞去 Supermax 执行董事职位。而公司则由陈美玉的女儿郑崇杰、哥哥陈振发以及外甥的协助下稳住公司军心。不过 ，Supermax 的霉运似乎到了2020年就开始停止了。随着全球在2020年初爆发新冠肺炎疫情 ，Supermax 的业绩也呈爆发性增长。单疫情这1年的业绩就超过了之前的30年，赚得盘满钵满。以目前疫情的情形来看，相信 Supermax 的业绩还会好上一阵子。Supermax 的核心业务是手套行业、隐形眼镜行业以及口罩行业。Supermax 所生产的手套主要是橡胶手套和钉金手套。橡胶手套是使用乳胶形式的天然橡胶制造而成，而钉金手套的生产则需要合成橡胶，也就是石油的副产品来制造。公司生产的手套大部分是采用自主品牌制造模式，即 Supermax、Maxter、Aurelia 和 Medicden 品牌等等。Supermax 成为自主品牌制造商是有好处的，因为这些品牌子公司能够与其他品牌和制造商区分开。此外，自主的品牌也能够保留对质量、价格、销售目标市场、生产量以及以其品牌出售的手套声誉的控制权。目前，公司的自主品牌产品有58%是通过自己的分销中心出口，48%的产品是通过独立分销商出口，而剩余的2%则由代工生产。
Supermax 如今拥有12间厂房，可以制造高达每年262亿只手套，同时也正在建设5个手套制造厂，预计会在2022年底完工，届时公司的总产量将达到每年484亿只手套。除了手套业 ，Supermax 也通过子公司 Supervision Optimax 从事隐形眼镜业务。与橡胶手套行业不同，隐形眼镜行业的门槛很高，其中包括需要高度专业化的技术知识以及巨大的财务实力，而且也要面对隐形眼镜行业4大天王的挑战。除此以外，隐形眼镜也是根据 FDA 认证归类为医疗设备类别，因此在进行任何销售之前，必须要先获得 FDA 许可证这一项艰巨的先决条件。迄今为止 ，Supermax 已获得必要的许可和批准执照，可将产品出口到全球60多个国家，包括美国和日本市场。同时，也开展了促销和营销活动，以提高其隐形眼镜品牌 Avio 的品牌知名度。Supermax 的口罩业务是在全球爆发新冠肺炎疫情后才正式开始的。目前，公司在马来西亚已经安装了2条生产线，生产容量为年产9600万片口罩，主要在马来西亚分销，以防范国内的疫情传播。另外 ，Supermax 也和加拿大当地伙伴合作，设立一个2条生产线的生产设施。现在来为各位介绍 Supermax 最新季度的财务报表。Supermax 在2021年第3季度的损益表显示，营业额从去年的4亿4725万令吉暴涨了333%至19亿3752万令吉，净盈利也从去年的7106万令吉暴增了1315%至10亿0521万令吉。营业额和净盈利的暴涨，主要是因为在全球爆发新冠肺炎大流行之后，世界各地的医用手套和其他个人保护设备的需求持续呈指数增长。另外，还有公司增加了新的生产线，以及手套的平均销售价的增长所致。资产负债表方面，公司的总资产比起9个月前增加了128%至70亿5230万令吉。首先可以看到，公司的固定资产比9个月前上涨了不少，这是因为公司的第12号厂房的 B 座生产线已经建设完成了。Supermax 在联营公司的投资也增加了不少，主要是些位于国外，例如巴西、比利时和加拿大的联营公司。至于不得不提到的，就是公司的现金和银行余额比9个月前翻了2倍以上，证明这公司确确实实在这期间赚到了很多钱。另一方面，公司在这一季度的总负债也上涨了78%至28亿2386万令吉。从表中可以留意到，公司从客户那里收到的预付款是整个总负债当中占据最多的，而且也有增加的迹象，显示这世界各地对于手套的需求还是非常大的。贸易应收款、其他应收款和应计费用以及短期贷款，对比9个月前也增加了不少，表示这公司的债务也越来越多了。但是相比起公司拥有的大量现金，这种小债务是不值一提的。至于现金流表 ，Opera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入比去年暴增了1998%至37亿7635万令吉。从表中可以了解到，公司的税前盈利比上一年扩大了超过20倍以上，还有流动负债中也增加了不少的现金流入。所以虽然流动资产和税务中也有不少的现金流出了，但是还是无阻公司的总现金流入量。Inves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出反而增加了不少，比去年增多了102%至3亿5445万令吉的现金流出。从表中可以发现，公司用在购置固定资产的现金流比去年多了，这主要是公司目前正在建设的5个手套制造厂，并计划从现在到2022年逐步完成。Financ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就从去年的流入转为今年的流出，现金流暴减了591%至2亿9343万令吉。从表中可以看到，公司在这一年削减了部分的借贷，而且也大量回购自家的股票，同时也派发了不少的股息，所以现金流出才比去年大幅上涨。总结来说 ，Supermax 的诞生时期是在手套代工泡沫的时代。
从上百家手套生产商的强烈竞争当中存活下来，并且日益壮大，成为目前手套界的4大天王之一，可以说并非容易之事。而橡胶和医用手套的崛起是在1980年代末艾滋病爆发时开始的，后来在应对 SARS、MERS 和禽流感疫情时也被广泛使用，更不用说目前全球正面对着的新冠肺炎疫情，橡胶和医用手套更是最需要的个人保护设备之一。如今新冠肺炎疫情已经经过了1年多，然而疫情的状况似乎并没有取得很正面的进展。但是由于多家公司也进军手套业，以盼捞一杯羹，导致到手套的平均销售价降低了不少。那么对于已经在手套业根深蒂固的 Supermax 来说，众多竞争者的崛起会否对其造成影响呢？又会有哪个新诞生的手套业者可以撼动 Supermax 的天王地位呢？就让我们继续观察 Supermax 的日后发展吧。以上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影片，喜欢我这次的影片，请记得帮我点个喜欢。想要持续追踪我的话，也欢迎订阅我，或是到我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按赞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啦，大家拜拜。